我把同组合作的7个外国学生全部给举报了，其中2个因为成绩失效需要重修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一直听说很多外国学生会抱团欺负亚洲学生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头上。去年我们学校安排我们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合作，8个人的团队，只有我1个亚洲人。我一开始觉得还挺好，毕竟可以促进文化交流。但是后来证明发现我实在是想太多了。这7个人从头到尾一直抱团排挤我，整个项目从选题到方案到时间和地点，所有的细节他们都直接决定好了，完全不关心我的意见。每当我想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啊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决定了，不改了，下一个。而且在整个项目的讨论过程中，他们一直使用那种只有他们本地人才能听得懂的那种英语。后来拍摄的时候，他们也一直反复的干扰我的工作。于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项目肯定是完蛋了，但是我绝不可能这么便宜的放过他们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偷偷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和他们吵了，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但是每一天我都会在片场偷偷的做记录，收集各种证据。我就这样默默整理了4个月，4个月啊。然后到了提交电影作品的那一天，我给我们学校的老师发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 PPT， 并且疯狂的辱骂了不对，是详细的解说了过去4个月以来大家详细的工作成果，并且附上了所有的照片和信息。在这里我给大家复述一下当时我都写了什么。我说，虽然某某和某某同学2个人抽空去美国旅游了1个月，延迟了我们的拍摄进度，但是他们回来之后给我们带了很多精彩的故事，活跃了片场的氛围。某某同学虽然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情绪失控，但是他让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艺术创作者所需要的激情。某某同学特别擅长团队合作，比如说当我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说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。尽管某某同学因为自己的私人原因不断推迟拍摄计划，但是还是让我在这次拍摄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不是电影本身，而是很多和你合作的人。当我毕业以后开始工作，我会牢牢的记住，要从一开始就选择最专业的团队合作，而不是给你带来更多麻烦的人。最后成绩下来，老师给了我很高的分。然后中途出去旅游1个月的那2个学生，因为成绩失效需要重修，等于4个月的时间全部白干。当然他们本来也就什么都没干。然后剩下的人不是 C 就是 D， 基本上都只是刚刚及格。老师后来给我写评语的时候说，我们很欣赏你在这次经历中坚持自己的个性，并且无视困难的工作方式，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希望以后你能更坚持的做自己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虽然很多人从来不主动去招惹麻烦，但是麻烦总是会主动找上门。这个时候不要害怕，不要退缩，但是也不要和他们正面去做对抗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阶段，这个时候保护好自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可以保持耐心，保持谨慎，聪明冷静的筹划，等待最后的时机。要知道，人生这场博弈，最精彩的反抗不是像爽文或者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去拼命的对抗，而是由你自己决定游戏的规则、下棋的棋盘和亮牌的时间。看到讨厌的人犯错，不要去提醒他们，只要保持足够的耐心，最终你就会看到他们为自己的愚蠢买单。最爽的报复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。我是苏苏，下期再见。